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7月16号，星期四。那么人民币对美金的兑换率是7.02。那么根据 CNN 和华盛顿邮报的最新报道啊，美国政府收回了之前发布的饱受争议的关于国际留学生只上网课无法待在美国境内的政策。那么美国呢？他与这个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呢达成了个协议，废除了一项新的政策。那根据这项政策呢，那么本身是在今年秋天，在美国的国际学生将被禁止仅在线上学习所有的课程，并且呢将不会计划在网上提供所有课程的学校的国际学生发放新签证。那么如果已经在美国的学生呢，必须转校或者是自愿离开美国。否则就会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危险。那么在上周的这个政策公告中呢，它引发了一系列的诉讼。那么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呢，他们是最早反对这个政策的学校。随后呢，加州的公立大学呢，后来17个州的联盟至少还提出了另外7项反对该规则的联邦诉讼。那么这个政策呢，就引起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强烈的反对。有200多个学校和一些美国最大的科技公司签署法院的摘要，支持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那么川普颁布这一政策的目的其实并不是驱赶国际的留学生，而是呢他强迫那么美国的大学在9月启动线下课程，以提高全美国就业数据，从而争取连任。那么哈佛和 MIT 呢，它针对着美国政府的本次诉讼呢，它的获胜。同时最新的2个消息要快速过一下就是一个是川普他召开新闻发布会嘛，公布了2个重磅消息，一个是他已经正式批准了香港自治法，第二个呢，他是签署了终止香港特殊待遇的行政命令。那么按照川普的说法那么香港的自治法呢，原来叫做香港问责法，它主要就是让那些参与扼杀香港自由的个人和实体呢承担责任，也就是个人制裁。那么它就是依据呢，就是之前美国它通过了一个全国马格尼茨基法案，那么制定的一个延伸法案。这个法案呢，它的制裁方式呢分为2级，有长知识第一是对于所谓破坏香港自治的官员和团体施加强制性的这注意，这是强制性的1级制裁。那么对于上述个人或者团体呢，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呢，施加2级制裁。那么对于个人制裁呢，直观的说就是冻结本人和直系亲属的签证和美国的资产，以及可能涉及美元交易的资产，就是你不管在世界各国任何国家的银行只要和美国银行有关系，使用美元，它就被制裁了。那么如果银行你胆敢这么做，你就会被踢出国际业务。那么这个法案呢，它在执行上是有强制要求的，也就是说，国务院必须在3个月内向国会它提交1级制裁名单，然后2个月再追加2级制裁名单。这最狠的它最狠的就是说，法案它限制了总统干预，它规定了总统它可以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呢而豁免制裁，但是对于豁免和制止制裁呢，制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而国会呢还可以就此否决。也就是说，如果任何个总统，包括川普，他出于保选举的原因想拖延变通，也很难制止这个法案的执行。那么在上周，美国是对4个中国的官员制裁呢，那中国有反制他对美国的3个议员和1名行政官员反制。对于行政官员的反制呢，倒是没什么太大意见，但是你对于议员的这个制裁呢，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你一下子得罪了至少美国2到3个州的人民。因为美国的议员是人民选出来的，那么你制裁了人民，就制裁了人民的代议士，就制裁了整个的人民，那么基本上没什么好的未来了。现在呢，最大的问题是香港很可能随着这个制裁呢消失。所谓的消失呢，不是你的内循环你可以自己在作为内地的城市，可以自己和中国的内部自己玩，但是国际已经不带你玩了。所以原来的香港的特殊地位呢没了，那特殊地位在哪儿呢？大概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么根据美国1992年的香港的政策法，
美国是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它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啊。第一，它是单独的关税区，就是美国给予香港这个最惠国待遇地位，就把它当成一个国家，承认香港的原产地的证书，把它作为不同于中国内地的原产地。所以在贸易战中啊，香港并没有被波及，不影响，所以才会有香港的经济大发展。同时呢，很多的中国的公司接到香港做转口贸易呢，来可以规避高关税。第二呢，它也设立了一个双边关系，就是说香港作为一个自由自治的这个实体呢，和美国可以直接协商双边相关的经济政策。第三呢，就是货币自由汇兑，就是说港元和美元的联系汇率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区嘛，自由汇兑就是港元和美元可以自由兑换，虽然港元只是美金的代用券。第四是最特殊的，它就是它的出口管制，就是美国这个出口管制的国家分类表里面呢，香港是被列为 B 组，那么大陆呢是指 D 组，所以呢 B 组是较少限制国家和地区，D 组呢是美国认为对于国家安全呢有潜在危险的国家和地区，所以呢对于有一些这个出口到内地啊需要申领出口许可证的这个敏感技术产品呢，中国进口不了，香港可以进手，那香港进手一转口又跑到中国内陆去了。那么很悲惨的是，香港的特殊地位的丧失啊，它就意味着从今天开始，香港和内地的任何一个城市是一样的，没区别。它转口贸易呢，不能享受任何豁免了，也不能再进口美国禁令中的任何敏感的高科技产品，那要和大陆产品付一样的关税。香港人到美国的签证呢，待遇和美国是以前对于大陆是一样的。香港的立身之本已经没有了。那么这4点呢，其实是招招致命的。川普呢，今天呢，就是在7月14号啊，这个14号的时候，他提出的这个内容呢，其实是上周的延续啊。那么最大的问题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那么对决，那么中美对决，那么中港对决的大戏呢，真的是开场了。当然，我们先姑且稍微提一下之仇的前一天啊，那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在7月13号的时候，他发表过南海问题的声明。这次呢，他彻底把立场澄清化了。以前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呢，它是属于一种比较模糊的，扮演着一个只要不挑战底线，那么美国装糊涂的这么一个立场。所以南海周围的小国呢，虽然他们对于领海领土有这个声索的需求，但是只能是哭诉，只能是叫唤，没有动作，因为它的实力和中国相比差的实在太远。美国历届政府呢，在南海问题上呢，都是采用模糊战略的，它不偏袒任何一方，而且呢，也不明目张胆的支持中国和任何一个国家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对抗。但是呢，美国已经派了全副武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呢，进入了台湾本岛，与台军联合进行了特种作战训练以后呢，那么出现了改变了南海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然后呢，要求南海的国家站队，那么东盟10国几乎全站队了，多数都站在美国这边了。所以中美双方现在在中国几乎所有国际观众的热点问题上呢，已经完全摊牌了。它摊牌的主要的要点呢，它包括什么呢？第一是在东海和钓鱼岛的争端上啊，美国也放弃了模糊战略。这时候日本跳出来了啊，明确的钓鱼岛和附近的海域呢属于日本领土，并受了美日安保协定的保护。第二，在台湾问题上呢，美国抛弃了对台保障的私下的秘密的承诺，公开对台6项保证，并且写进了法律啊，同时全面提升了美台实质性关系，而这个法律是美国的国内法。派美国的这个武装部队进入台湾严格训练，大跨度高调的派美机飞越台湾的上空。第三，在香港问题上啊，美国已经所谓的干涉中国内政啊，它正式取消了香港的特别关税区的地位。那么第4点呢，是在南海的问题上呢，美国不再维持表面上的不偏不倚，明确支持其他的南海主权声索国和中国对抗，那么东盟10国就会紧密团结在美国周围。同时啊，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啊和财政部，他宣布了是根据美国的国内法，
是对中国的这个新疆政府机构和4名官员呢实施了制裁。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们又受到了中国的外交部予以坚决的反对和强烈谴责，并做出了对等反应，然后对美国的3个议员和1个政府官员进行制裁。结果这3个议员你就得罪了美国的3大州的人民，因为美国的参议员、众议员是人民选的，是那个州的民意，所以几乎这是一个更加激化了中美矛盾的一个行为。而这个行为对于参议员本身、众议员本身是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们没有财产在中国，他们不需要去中国申请签证，也不想去中国，但是他得罪了广大的美国的人民。而且中国又制裁了军售案的主要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因为在中国是有一些民用的机械是洛克希德马丁，但是如果你制裁了它，那么你就不会有后续的零配件供应和维修和维护了，而且你的生意本身就在洛克希德马丁经过了重重的申请许可才去做的，而对于洛克希德马丁来说没有什么太大损失。那么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的这个大量的围攻中国的势力啊，已经在中国的周边拉起了一道严密的墙。那么这个阻挠，所谓中国方面认为啊，阻挠香港国安法顺利实施的企图呢，他们认为是不自量力。但是问题是啊，之所以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功，完完全全是和美国搞好了关系，介意和美国搞好了关系，才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盟友搞好了关系，才可以中国有了今天的发展。但是又回过去了，那么一切就会变了。只要再过个5年10年，那么回过头来一看，那么又变成2个世界。当然，美国对华为、中兴的高科技企业施压，那么又带动了英国准备彻底踢出华为。那么又限制了中国留学者这种高科技领域学习，认为他们是间谍，然后大肆抓捕这个千人学者专家。在金融方面呢，美国对于中国呢，这个增加了更多的威胁，比如说美国这个废除了2013年和中国财政部、证监会就中资赴美企业财务审计的协议，就是说中概股要么按照美国提交的财务审计底稿，要么就是以财务审计不符合为由，强制从美国退市。那么现在呢，总之，美国是不遗余力的把中国已经渲染为了对手，甚至是敌人。两国之间的对抗范围已经从意识形态、贸易摩擦、国家治理体制、科技竞争、南海、台湾和香港问题，一路扩大到媒体宣传和争取国际影响力等。美国现在基本上就豁出去了，他完全不会顾及中方的感受，因为美国人已经死了，而死了10几万，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如果任何美国政府不这么做，反而是奇怪了。我们假设中国会造出7纳米的光刻机那么如果真的中国能造出7纳米光刻机的话，是不是可以笑傲全球了呢？那中国可以会说，因为荷兰的阿斯麦尔它不卖中国这个先进的设备，那么中国的芯片产业现在是很落后的呀。我们知道所谓的落后就要挨打，虽然理论上并不能证明落后，那么多世界上落后的国家并没有挨打。问题是，光刻机的90%的零部件呢，又是从另外的国家进口的，那供应商里呢也没有中国国内的这个企业，所以呢，如果荷兰的阿斯麦尔它不把光刻机卖给中国，那么德国的蔡司呢，为什么要把最核心的光刻机镜头卖给中国？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真的想造出7纳米的光刻机，那么就意味着中国还要造出一批全球最顶尖的企业，而这不仅仅是光刻机一个产品了。那么光刻机到芯片呢，还需要更多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支持。比如我们看到去年这个日本、韩国他们之间的光进行了半导体的贸易战，那么日本呢就用光刻胶3种材料，就差点没把韩国人给憋死。你要想完全国产化芯片，就意味着还要造出更多的全球顶级企业，至少你要有光刻胶吧。这还仅仅是半导体的一个行业，如果其他行业也存在着各种对华禁运或者限制，比如说航空业，
我们知道世界上最先进的民航机就是以波音787和空客350为代表的机型，这些客机大量使用先进复合材料，使用最先进的航空发动机，而波音787的机身呢是在日本制造的，发动机使用的是美国或者英国的发动机，而这些先进复合材料和发动机呢也是不会向中国出口的。那么中国是不是又需要造一批全球顶尖的企业来实现先进客机的国产化呢？那么如果你中国按照这种想法，全球500强不敢说全部都是中国企业，至少90%的中国企业也不为过吧？那如果真的是中国实现了那种地步，真的是厉害了。但是问题是，上帝啊，创造出了100-200个国家，就是让大家都有机会吃肉，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比较优势，才有所谓的国际供应链。所以10有8九的结果就是，等到中国造出了完全国产化的7纳米的光刻机，造出了完全国产化的787，那么到时候世界的半导体行业可能都已经不再使用硅材料了。到那个时候，超音速可能都已经是民航机的标配了。如果因为别人不卖，所以中国想自己造的想法，实在是很可怕，也很可笑。中国不能让别人不卖给中国。那么中国呢，不是没有自力更生过，中国甚至经历过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跟中国玩，以前呢，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跟中国玩的时代。那时候呢，中国体验了所谓的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当时现在还几乎完全是自力更生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样板，就是朝鲜，它的自力更生是怎么样的？自循环、内循环是什么样的？我记得1981年的时候啊，苏联在东德举行了至今为止人类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叫做西方81。它高调了邀请北约国家派出观察员进行观摩。当时啊，这个演习是以战术核武器作为首批攻击力量，然后由超过12万的演习兵力、1500辆的坦克、2000辆装甲车组成的装甲集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西欧，推测并且推演以8天占领全欧洲的剧本。当时苏联是想给新上台的美国总统里根一个下马威，叫做灭掉欧洲是分分钟的事。10年后，西欧没灭了，柏林墙倒掉了，华约组织分崩离析了，前苏联也分崩瓦解了。直到今天，俄罗斯的国内生活水平还很低，而普丁大帝继续做皇上。那么从军事上的鼎盛到帝国的崩塌，只需要了10年时间，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现实。而这10年是全球经济一体化高速发展的10年，也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高速增长，整个社会经济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10年。穷人的北约干掉了这个富人的北约，那么穷人的华约自己把自己干掉了。这个世界上想干掉穷人很简单，就是让穷人赚不到富人的钱，自然富人恒富，穷人恒穷。加之穷兵黩武的军事开支走向末路，就是个时间问题。那么前苏联的案例也是告诉我们说啊，只要没办法融入全球市场，靠内循环是走不通的，不管你表面上有多强大。这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一个企业啊，你要想赚更多的钱，有2个主要的办法：一是你把产品和服务卖给更多的人，一是把产品和服务卖更高的价格。前者需要更大物理范围的市场，后者需要卖给更有钱的客户。那么一旦市场的范围打不开，那么客户质量下降，那么企业就不可避免的就会从增长变为停滞，再变为萎缩。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什么叫做富国啊？富国就是赚全世界钱的国家。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呢？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后，等到国内产能饱和，但却无法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无法赚全世界钱的情况。对于中国的经济而言，对于中国的企业而言，在过去40年中国市场高速成长之后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能不能
走出去，就是中国能不能真正走向富裕，会不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窗口时期。而在这个节骨眼上，内循环是什么东东？那么2.5万亿美元的每年的中国的出口规模，4.6万亿美元的进出口总规模，拉动的是1.8亿的就业人口，占7.8亿总就业人口的23%。更不要说还有大量的企业是靠着出口赚来的钱做国内生意的，大量的先进企业是靠着国外的技术和零部件生产的，内循环基本上就等于 game over。那么有一种误解啊，就总以为说人多市场就大，人多不代表市场大，需求大才代表市场大，而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要。而现在呢，大家不要忘记啊，1978年以前，中国也是全球第一大人口大国，也没有哪个国家哪个跨国的公司把中国市场当成了大肥肉。但是富国依然是富国，全球的500强依然是全球的500强，人再多，但是购买力下降了，人变穷了，也就没人搭理了。派 TV， 欢迎订阅，我们明天见。